走不走嘛？该走的了啊。你走走。说是该走了，口是心非的，其实根本就不想走。真希望时光能够倒流啊！美好的事情，希望能够倒放一次，再来一次。既然不能穿越回去，那就把它做成视频。对，我们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里是马略卡岛的帕尔马的车站公园。马略卡岛是西班牙的度假胜地，全年气候晴朗，适合穿得很少的进行旅游。马略卡岛在西班牙东面的地中海里，全岛面积大约为3640平方公里，相当于5个新加坡的国土面积。帕尔马是马略卡岛的核心城区，马略卡岛的机场就在帕尔马。另外有几个小镇分布在马略卡岛的各处，都有着美丽迷人的风景。坐飞机到了帕尔马之后，如果想坐公车去往全岛的各个地方的话，可以直接用谷歌 Map 导航，路线很清晰。但这里有一个坑，谷歌地图不会告诉你，去这些地方通常都要从一个巨大的长途车站出发，也就是欧洲城市里常有的中央车站 Central Station。 但是你在帕尔马的中央地区看不到这么一大片乱糟糟乌泱泱的中央车站。当时我们也被搞懵了，就到处找周边的西班牙人来问，他们人都挺好的，但是英语都很不好。最后终于搞明白了，原来中央车站被埋在了地下，地面上就是你在视频里看到的这个轻松愉悦的车站公园。这是非常高明的城市设计，把地面保留为宜人的慢行生活空间。在公车上昏昏欲睡地摇了近2个小时之后，我们来到了这片美丽的果冻海边。马略卡岛的土地是灰黄色的，树木是灰绿的，似乎很多东西的色彩纯度被调低了，形成一种干净的灰调子。而地中海却是一片纯度很高的湛蓝，局部地方是翡翠般的碧绿色，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果冻海，配合着色相多变的天空，整体色调给人的感觉既苍凉又纯真，非常美。人们的生活状态闲适而知足，充分享受着地中海和美景的馈赠。我不知道这里的树木品种，看上去像是以松树为主，树的形态都非常好看，而且还挺有趣的。感觉这里的土地爷和海神都是大艺术家。难怪本打算定居悉尼的丹麦建筑师伍仲到了这里之后会一见倾心。我们这次的目的地就是伍仲在这里为自己和家人设计的住宅。大家可能对伍仲比较陌生，但肯定大多数人都听说过著名的悉尼歌剧院吧。伍仲就是悉尼歌剧院的主创建筑师。1957年38岁的中青年建筑师伍仲石破天惊地中标了当时国际上的顶级赛事悉尼歌剧院。他远在丹麦，没有显赫的门第与师承，却能中标这样的项目。我猜想那应该是一场公平的竞赛。竞赛虽然公平，伍仲也从此名满天下，但他的日子并不好过。这是另一个复杂艰难得多的故事，就不在这里多说了。近10年后，年近50的他来到并爱上了马略卡岛，决定定居于此。1972年，这座名为 Canis 的房子落成了，从此世间有了一栋能位列人类居住史的绝美住宅。这里现在归伍仲基金会所拥有，参观是免费的，但不能网上预约，只能到现场去等。去年，也就是2024年，只开放了夏天到秋天的4个月，每周只开放周5的3个小时，对人数和时间都有严格的限制。另外，还可以像预订酒店那样预订住宿，这是需要付费的。还有一种，如果你的工作是和建筑设计及艺术紧密相关的，你可以向丹麦艺术基金会申请在这里较长时间的驻场工作和居住，具体信息都可以上它的官网去查。我们只想来参观，却稀里糊涂的错过了排队的时间，心里很不甘，就从帕尔马坐公车花了1-2个小时，哐的赶到了这里，想碰碰运气。哪有那么好的运气嘛，果然吃了闭门羹，愿赌服输，却又不情不愿的在门外盘桓良久。踮起脚去够玄关处的白梁，发现它和黑白色的椅子都有一种抽象和装饰的美。运气猛然降临，竟然有人回来了。开了门之后，看着我们巴巴的眼神，于心不忍的对我们放行了。尽管我们互不认识，但他们的心态非常放松。
闻名遐迩的月亮墙就这样立在眼前，呈现出渐变序列的黑色瓷砖，像朝圣般的直指虚空的月亮。这种图案有一种强烈的宗教色彩，而月亮的虚空又透出了后面的景色，带着一丝中国园林般的意味。武仲为什么要搞出这个月亮墙呢？推测有2个主要的原因。从大的方面来讲，马略卡岛曾经被穆斯林前后统治了大概有300多年，而新月对于伊斯兰教来说有着非凡的象征意义。往小的方面来讲，凯尼斯门前这条道路以前叫做 Carrer Cala Media Luna， 这是加泰罗尼亚语，意思是新月湾路。因为很多海湾都是向内微微的弯曲并呈现弧线形，所以常被叫做月亮湾。我猜测这个名字可能也是这么来的。但很鬼马的是，凯尼斯后来不是出名了吗？并且在2003年的时候，乌仲得到了姗姗来迟的普利兹克奖。这个奖项可是建筑界的最高荣誉奖，也就是说，乌仲真的是一个名人了。凯尼斯门口的这条月亮湾路就被改作了乌仲之路，这真是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一个浪漫的人因为一条浪漫的路设计了一面浪漫的墙，结果这条浪漫的路却因为这个浪漫的人太过出名而失去了这个浪漫的路名，不由得让人感叹趋炎附势真是人类的天性啊！这是起居室，仿佛就像是一个幽暗的洞穴，洞穴里和洞穴外的温度有着较大的差别，不需要使用空调，在暴晒的天气里，洞穴里面也是一片阴凉，在里面好整以暇，舒舒服服地观赏着蔚蓝的地中海，以及那些游船和飞鸟构成的美妙画面。墙体和柱子都是当地的砂岩，来自不远处的采石场。门也是用当地的植物，好像主要是松木来制造。室内没有什么装饰，主要就是石头和木材。装饰一旦退场，空间就显现出来了。这些空间相互渗透，从这里能够看到那里，从那里又能够看到别处。我们就被这些空间牵引着，不知疲倦地绕来绕去，转来转去。大家注意到了没有？从这些房间望出去，没有窗子，看不到窗框，也感觉不到玻璃，这是真的吗？喂，你看那个右上角那个窗子，幽暗当中很有神性。当然不是了。为了追求空间和视野的纯净，玻璃被放在了外面，窗框也被放在了外面。至于通风方面的需要，我们推测是用高侧窗和门来共同解决。这个小院子靠近乌仲之路，也就是原来的新月湾路，它的形式非常简单，但来自当地风土的砂岩墙壁却呈现出非常丰富的质感。院子里的三角梅和院外的松树都很美，它们的树干是灰白色的。建筑方正而花树多姿，建筑平直而花树弯折，建筑灰白而花树多彩，建筑简明而花树繁复，人工形态与自然形态相互衬托，互补匹配。深爱中国与日本文化的武仲悟性极高，他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风水和风土的理解。凯尼斯不是要做地形和树木的主人，而是要做他们的朋友。所以这个建筑的形态、空间、布局、对位等等，既规整又有机，既严格又灵活。建筑的大美是与自然共美。在这样的院子里，你会有心情和状态去仔细观察一朵花的样貌。房子已在维修，树木却依然风姿卓约。树木随海风弯曲，而建筑别体。而且树也长得很漂亮，就是树很漂亮，包括这种植物啊，这些所有的这些景色配在一起都非常漂亮。地中海像蓝色的宣纸，而游艇像白色的毛笔，留下转瞬即逝的书法。可能有人会觉得乌仲的这个房子看着像个毛坯房一样，连基本的装修都没有，既不奢华也不气派，完全没有豪宅的范儿啊！奢华这件事情不是武仲这种量级的建筑师会考虑的，就像马斯克不会介意自己住的是不是豪宅。建筑再怎么气派，也不可能与大自然相提并论。武仲这样的建筑大师要展现的是风物之色，这才是最大的气派。对于需要花费亿万年才能够形成的风土而言，一个人甚至他家族的几代人花费几十上百年的时间所积累的财富，无论多么巨大，哪怕是堆金砌玉，与风土相比
也只会显得廉价。从月亮墙进来以后，向左就会进入这片区域，主要是起居厅和卧室。从这个角度看过去，房间和建筑仿佛融入了花束之中。当地千百年来形成的建造房子的方式，显然也是风土的一部分，这是不可能被武众忽略的。比如民居中常用的加泰罗尼亚小拱顶，屋顶扣瓦的形式，回应摩尔王朝、穆斯林、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化的装饰性小瓷砖。还有一点，这个房子里的很多家具都是固定不能移动的，它们是建筑的一部分，是能够乘坐和摆放的风物和雕塑。凯尼斯既展现了风物之美，也表达了极低的物欲。我觉得对于武众来说，荣华富贵没有什么吸引力吧。哎呀，好漂亮！简直是在一个完美的时刻到一个完美的地方。我在网上没有找到数据，就在卫星地图上量了一下，凯尼斯的用地面积大概是1200平米，房子只有1层，建筑面积估计是300平米左右。就这么小小的一个房子，在面朝大海的方向，却有着神殿般的气势。回想它靠着新月湾路入口的那一面，却十分的平凡和低调，甚至还很封闭。它没有对路人耀武扬威，把气派留给了险峻的悬崖和浩瀚的地中海。这分钟啊，该走的了啊。再来说一说 Canis 这个名字的意思。Can 是加泰罗尼亚语，指的是房子，也就是家的意思吧。Lis 应该是丹麦语，是他的妻子和其中一个女儿的名字。如果他有不止一个孩子的话，冠名权会有争议，所以这个名字主要还是为了表达他对妻子的爱和尊重吧。最具有神性的这一面是从月亮墙进来以后向右转的厨房、餐厅等公区，是家里人吃饭和聚会的地方。整个住宅就是在新月湾路和悬崖之间，朝着大海，根据地形和景观呈折线型展开，是地地道道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辉煌的土地色的房子，灰白的树干，灰绿的树叶，衣着鲜艳的小女孩，唤醒了西居的景象。砂岩、家具、器皿，鲜艳的衣裳，蓝白的海天，这一切都被框在一幅唯美的画面里。铁网后的白帆，飘忽地点缀着蓝色的海面。一对游泳归来的老夫妻姗姗而过，非常的系统和简洁，然后得出来的空间的感受，以及和周围的环境和植物的那种关系。傍晚时分，我们回到了下车时的车站。这时候的夕阳已经变得很柔和，公车还是没有坐满，人们都很闲适。阳光轻慢地勾勒着金色调的画，蓝中带紫的干净天空与灰黄色的平坦大地，这广阔的景象似乎能抚平人们的各种心绪。